我还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你帮忙。别怪我，12年前是你爹故意把我留在那金库里，害得我坐了10年牢。可惜他死不见尸，所以我也让你尝尝这滋味儿。其实啊，你应该感谢我，你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丁叔，你这是？所有文物都怕被氧化，2个金库用的是同一套系统，都有抽氧装置。走，走吧。这什么？刚才大厦断电，这是很多电源还没有恢复的信号指示灯。它在什么位置？大厦 A 座。我知道 A 座，A 座什么地方？廖德同办公室。先问你个问题啊。说你们这个系统呢，是不是只负责这一家拍卖行？不是的，整个集团用的都是同一个系统。所有人，廖德同办公室 A 座，廖庄大志，带所有人立刻赶往 A 座，快点儿！有时候，依靠周密的布置、人手的配合，再加上精巧的工具，即使不用真人接近，一样可以把目标拿到手。雷小飞，外号跳蚤，擅长高层建筑物盗窃，曾因盗窃入狱4年，1年前出狱。有人负责断电、断监控，有人年轻身手好，北走天窗，精神火，脑子够，幕后策划。
谁是庄文杰？你装不认识是吧？赶紧告诉我他在哪儿，你把他怎么了？他在什么位置？廖德同办公室。庄文杰，庄文杰，庄文杰，哎，怎么失灵了？有开关吗？这个？别着急，这也能开。好了，放。哎，怎么卡住了？哎，来一口来！一、二、不对了，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抽氧系统。抽氧的。是的，赶紧关了。庄文杰，坚持住啊，庄文杰，赶紧跟上我，快！好。坚持住。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怎么样？病人的心率呢还有点弱，需要吸氧再观察一段时间。电击呢对他的心脏肌肉伤害很大，又在缺氧密闭的环境中待了20多分钟，大脑缺氧非常严重。幸亏你们送来的及时，要是再晚点的话，这人就没了。啊！文杰，这怎么还昏着呢？哦，他刚才醒了，后来给他注射镇静剂，现在他属于正常的昏睡状态。一会儿送他去高压氧舱，大约再过10个小时吧，他就可以醒了。谢谢。好，抬走。谢谢啊，没事，谢谢。对，这2天你在医院留着照顾他吧，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行，没问题，我去了。来，叔。罗顿，金库里发现的这台电脑
硬盘已经被化学药剂腐蚀，彻底损毁了。佳姐说没有办法做数据恢复。我刚问了廖德同，他说电脑里的数据特别多，有自己的重要生意合同、财务往来记录、收藏品清单，还有电子版的鉴定证书。他也不知道丁生火到底是盯上了什么，为什么要在得到数据之后还要毁掉硬盘？毁硬盘不就为了毁证据吗？如果丁生火这帮人费这么大劲，只是为了一份数据的话，那就说明这件事没有廖德同说那么简单。这样，把廖德同带回去慢慢审。这事情确实是有点蹊跷。但是罗队，刚刚廖德同的2个律师来过了，说廖德同虽然之前有收赃的行为，但之后呢，都积极配合咱们的行动。现在这情况，他才是受害者。咱们刚才聊的都是咱俩的推论，也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咱把他带回队里审，不现实啊。好吧，看来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关键还是得在丁生火呀。我知道了。罗队，您来了。醒了吗？刚醒半个多小时，医生来过一次，说再给他检查检查。丁生火都被抓了，怎么还愁眉苦脸的？陆队，可惜那幅画被他们给毁了。放心吧，那幅画早还了。丁生火改装的那个卷轴被我们拆了下来，弄清楚里边那玩意儿到底是干嘛用的之后，我们就把那个卷轴换到了另一幅假画上，让廖德同照常把画挂在了金库里，以最快的速度用赝品替换了所有藏品。所以说，这个画就是我从你家随便蹬了一幅。我画的。你要这么平静吗？此处不该有掌声吗？你能想到丁生火让我回家拿画，提前把画放我家里边，这才是我觉得你最厉害的地方。说实话，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办啊，怎么办？我当时甚至都想跳车了。直到我回家看见那副窗帘，还有桌子上被掀开的桌布。不过，那俩脚印应该擦掉，也跟我太不像了。要不是小刀没那么聪明，早就看出破绽了。你说丁伟是吧？这都是门口那祖宗给我造成的麻烦。对讲机通知晚了，我来不及啊。哦，没想到啊，这刑警队长也会甩锅。你拿我开玩笑呢？啊？好在都过去了，好在你也没事儿。所以你知道今天我看见你全虚全已、完好无损躺在这儿，你不知道我松了多大一口气。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还是别人对你有什么评价，只冲你在这个案子上的表现，我认你这个人，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今天我过来主要是想问你，丁生火和你进了金库做了什么？
当时丁生火利用金库里的电脑导了一些文件，当场就传到一个邮箱里边。不过那邮箱我没太看清。文件看清了吗？也没有。说吧，你到底把文件传给谁了？什么文件？我劝你啊，还是老老实实的配合我们。他们两个，可是一进来就全都招了。你现在呢，要是说出背后指使，还能算你一个主动交代情节。你要是非替他硬扛着不说，我们很快也能查出来。那你们去查呀。办了这么多年案，看走眼了。我以为你丁生火是个人物啊，运筹帷幄呀，逻辑缜密呀，没想到你就是一个给别人打工的马仔。你这被人抓了，你现在还得给你这个后台这大老板遮遮掩掩的，看错了。这么明显的激将法，给你用啊？不知道，得是跟像什么庄耀柏那样的人，我觉得值得记一记。看来罗队长做了不少功课。谈不上，谈不上。就是有些事儿呢，我还是没弄明白。你说你布了这么大一个局，你怎么就能信得过庄文杰来配合你呢？你还对人下死手。既然查了，你就应该知道我和他爹的事儿，父债子偿，很公平。父债子偿，这多少年老黄历的话了，这都。这说白了，不就是你弄不过人爹，把这仇记到人儿子身上？幸亏没弄出人命，你还有机会主动招了我。他没死，你以为呢？不是想知道我把那些文件传给谁了吗？我只能说给一个人听。谁？庄文杰。逗我玩呢是吧？不劳您大驾了，在这儿做顾问。你可别后悔，过了今天晚上就来不及了。没有别的什么爱好，就是痴迷收藏，绝世珍品，钱呐、心血啊，都搁。就算咱们这样，我们还是进不去那个金库啊。我们不用进去，
画进去就够了。等等，之前这小子说他是把真假画混在一起，才骗过警察的。这要是我一个人去拿画出了什么差池，他拍拍屁股擦得干净，我可就说不清了。也对呀，那你得跑一趟了，别耍小聪明。别磨叽，开门。别说啊，把这真假花混在一起，还真看不出来。
不是说把真假话放到一起了吗？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你不用吓唬我，真动了我，你怎么跟丁生活交代？那你就把话放好了啊！你到时候出了什么岔子，回去解释不清的，兄弟。你又要干嘛？关下窗户，省得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再跑到我家里了。行啊，下次我敲门。等会儿，怎么了？年轻人就应该阳光点。走吧。你他妈又要干嘛，大哥？这么大的东西你就直接拿出去了？拿包啊！罗队，他们下去了，耗子剩下交给你们了。我的妈！刚才太悬了，差一点就碰上了。你知道悬啊？他们回来怎么不通知我？我的错。那庄文杰他……我都没时间做记号，我就希望说这孩子能看着我桌子上掀起那桌布那角啊。幸亏人聪明，人比你聪明多了。哎呀，那他找到话了？他们真来取话来了。我昨天刚跟他说完，想要离开黑暗，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让自己站在有光的一边。您看，今天这孩子就把话送来了，说明他是有了选择了，我挺高兴。但是呢，追查货车已经没有线索了。丁生活好不容易偷到画，还把它放到庄文杰家，肯定还有什么别的目的。那你能确定庄文杰他没有嫌疑？我不确定，但是我想可以相信他。哎，首先要保证这个大学生的人身安全，画也要保证完好无损。明白。那就按你的计划走。
话拿到了。你们这就回去。刘队，咱们出发了。好的。注意别跟太远了，也别跟太近了，暴露。明白。庄文杰，庄文杰，呼叫庄文杰。庄文杰，能听到我说话吗？如果能听到，你咳嗽一声。时间紧迫，我说你听。现在你耳朵里戴的这个是一个微型的骨传导的一个通讯器材啊，我们可以随时监听到你那边的现场情况。当然，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跟我说话，但是前提是你必须确保你的安全。我们这次行动的任务就是要明确丁生活他们这帮人最终的目的以及下一步的计划，所以你切记服从命令，听指挥，千万不可以自己贸然的去试探他们。听明白的话，你跟司机说就好。哎，把空调开一下呗，闷死了。好。注意安全。庄文杰，庄文杰能收到吗？啥情况啊？两种可能，一种是附近有大功率的电机或者是大型电台，它们的频率和我们的无线信号源接近，阻碍了我们的信号接收。你改写一下频段。终端设备我可以更改，但是在我没有办法跟庄文杰的设备连接的时候，我修改不了它的。那咋整啊？还有一种可能，对方为了防止车辆被定位，提前在修车行里安装了无线信号的屏蔽器。想得这么周全吗？咱们现在监听不到庄文杰，他要是出了危险怎么办？默而不染，静而不妖，好话啊！幸亏我之前留了一手，取话的时候这小子还真给我玩猫腻儿。话拿到了就好，细节不重要。丁叔，那接下来怎么办？该对话动手脚了吧？
卷轴的时候小心一点，别把画弄脏了。要是实在不行，可以让我来。把它装好。明白。乌鸦。我知道你很在意这幅画，放心，我会让它完好无损的，不然廖德同那一关也过不去。差不多了，半个小时之后，你俩一块儿去。好。这么快？至则生变，这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早点送出去的好。但是文杰，你太年轻了，跟老江湖谈生意，你太嫩了，我得教你两招。坐。一辆捷达从修车厂里开出来了。说话是京 P358，还是那个司机后头坐了专门机。收到。B 组跟车，A 组留守。明白。庄文杰，能收到吗？是这样啊。刚才从你进了修车行，我们这边没信号。哎，干嘛？丁生火刚才跟我说，只要我去了，廖德同就能买下那幅画。那这廖德同跟庄耀柏到底什么关系啊？廖德同，查一下。哎呦，把定亲你爸了。之前谁信誓旦旦的说跟他没关系呢？去之前我总得了解清楚吧，万一他俩是仇人呢？你们家上辈的事儿，我不清楚。也不关心。不过老丁已经说了，廖德同信庄耀柏，听老丁的，没错。有了，廖德同，德耀集团的董事长，咱青城市有名的企业家和收藏家。3年前还开了个私人拍卖行，主要拍卖文玩和字画。那丁生火说的那个什么甲壳虫，真有那么厉害？就藏在那卷轴天杆里，就这么大，它能让廖德同整个安保系统都失效？你想的问题有点多啊。老丁的计划肯定万无一失。做好你自己该做的就行了。我也是担心我们能不能成功的进入金库。既然我上了你们贼船，我就得知道我能不能平安下船。怎么着？到现在还不相信老丁的能力是吗？信，我信。哎，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甲壳虫啊，什么原理？它就是一个电磁干扰器，其主要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释放高频的电磁波来影响乃至完全破坏周围所有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我们刚才遇到的这个情况，有可能就是这个东西产生的效果。和普通的干扰器面积都很大，像这么小的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看来我得回去补课了。你说的没错，丁生火确实厉害，比警察都厉害。昨天那个叫罗杰的警察来我房间里，我2、3句就给糊弄过去了。那丁生火真是神出鬼没，感觉他随时随地都能找到我。损谁呢？这是。警察能提前1步，老丁就能提前10步。真等那帮臭警察发现点什么，
怎么早就没影了？觉得我们手慢了啊，到现在也不出击，不把这帮人摁了，是吧？嗯，是。那就把心放肚子里，别老想去有心没的。你的想法我理解。现在我们就动手的话，没证据啊，判不了多久啊。你也不希望说没过几年，这帮人就又出现在你跟前儿，又碍你的眼吧？再等等，耐心点，咱们争取来个人赃俱获啊！可花儿怎么办啊？你们卖给廖德同就这么不管了？你脑子有病啊？怎么又提这茬？你放心，我比你还担心那幅画呢。你说话有点怪啊！我知道你怪在哪儿了。感情，刚才不是在冲我说。你他妈是在背后埋怨老丁呢是吧？哎，你脑子有泡吧？这话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大不了我从金库里再给你顺出来呗，行不行？对了，我也问你点事儿。刚才老丁单独嘱咐你和廖德同交易的事儿，到底说什么？他套你话了，小心点。他让我小心点儿。就这？别乱说话。还让我别乱说话，听他的吩咐，一句一句来。我都感觉自己快成一个工具人了。是老丁的风格，你老老实实听他的。你要是自作主张坏了事儿，可当心了。跟着的小心点，保持距离。明白。老叔。二位，不好意思，先检查一下。干嘛？有什么好检查的？别紧张，就是走个程序。哎，我们是来做生意的。这是干什么？二位可以选择回去。但是想见我们老板，必须检查。好，老总。我先看看画。把手抬起来。落叶，拿出来。装进你耳朵里那东西，不会被发现了吧？你干嘛？干嘛？放开！放手！检查就检查，我让你碰我干嘛？放开！大师，你磨叽什么呢？人挤都好长时间了。
情况，保安应该没有发现我们的设备啊。那怎么会突然就没信号了？我这儿显示设备断开了。不跟他较劲了，找一副备用的，安到车上。好。坐。都长这么大了，你认识我？你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一面。当时是找你父亲求一件东西的，可惜了，故人已矣。还别说，你和你父亲长得还真像。听说你就读青城大学的法律系，老庄要是还活着，不知道他怎么想。聊正事吧，他已经死了。你看我，岁数大了就容易多愁善感。好，聊正事儿，画我要了，你开个价。开价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高了，觉得你没诚意；低了，觉得你可疑。你可以这样回答：500万。我这个叔叔当冤大头吗？可我是来谈生意的。那好，那我就跟你谈生意。你知道这幅画业内人士最高估值是多少吗？150万。你凭什么跟我要这么多钱呢？画是150万，我的手。
丁叔，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消息？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吴家那边怎么样了？程序已经测试完毕，只要姓廖的把这幅画放入金库，我这儿立刻就能收到信号。他们应该也快了。廖总，300万点好了。画是幅好画，希望你能好好保护它。放心，我比放在贼的手里更安全的。可惜了。你说什么？没什么。再见。我们不会再见了。罗队，大厦车库的监控接过来了。事办成了。好嘞，知道了，马上就回去。怎么换车了？老丁说了，这样才不会有尾巴跟着。真够费车。对不起，罗队，我是真没料到这些人能那么狡猾，居然在地库里还备了另外一辆车。这可怎么办啊？现在庄文杰那儿没有监听了。耗子，罗队，您说。你一定给我跟紧了庄文杰新上那辆车。另外，你给我通知 B 组，让他们盯死了那个修车行，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明白。赶紧的给赵局打个电话，跟他汇报一下我们案情有变化，问问他我们计划是不是要调整。那我们要改变计划了？你说呢？算了，也不怪你。我现在有点后悔，让这个孩子冒那么大的险。丁叔，甲壳虫已经连上了。开始对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天马上就黑了。等他们回来，咱们就行动。收到。罗队，
盯着廖德同的同志传回来消息，画已经放进了金库里。他们开始了。共德拍卖行位于德耀集团双子大厦的 B 座。大厦的1到5层是拍卖行的营业和办公场所。丁生火计划盗窃的金库呢，就在地下3层的东南角。廖德同非法购买的睡莲呢，就藏在这里。交易以后，我们找到了廖德同，他承认了自己非法购买涉案文物的事实，并且表示愿意配合警方对盗窃犯的抓捕行动。老马，这是拍卖行的安保系统备案资料。半年前，他们就对自己的安防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拍卖行引进了德国派克公司最新的安保系统。这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针对电磁辐射波的。所以说，丁生火所提到的他们那个盗窃计划当中最为重要的电磁干扰器，根本就用不上。用不上啊？那既然没用，那丁生火干嘛还要把这个电磁干扰器放在卷轴里？以他的行事作风，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系统进行过升级啊。我们技术部门对这个所谓的电磁干扰器进行了检查之后，发现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电磁干扰器，它是一个带有定时装置的引火器。这是在这个装置里边发现的白色粉末，是一种易燃化学品，里边还有一圈电磁线，连接着2块锂电池，还有定时器。时间已经定好，就在今天晚上1点。时间一到，电磁线在锂电池的作用下，迅速的加热升温，引燃白色粉末，达到起火的目的。丁生火不是要盗窃金库吗？他干嘛要放火呀？不是，那里边宝贝不都完了吗？不会的，这个化学药品的量还不会达到这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它足以让保安系统启动紧急制动程序，到时候会自动断电，以防止火焰通过线路还有文物进行大面积蔓延，同时释放2氧化碳气体灭火。整个的过程大概需要，整个过程会持续6分钟。哎，就这么一点小火，就让这安保系统停止运行了，这对贼来说也太容易了吧？这点小火呀，它在金库外边着，确实是什么作用都不起。但是如果答应你的事情我都做了，现在到你了。你的任务还没完呢，今晚你得跟我们一起去金库。偷东西是你们干的事儿，我干不了。那话不能这么说，等到了地方呢，你就知道了。有一件事真离不开你，不是叔叔要为难你。只要你配合我，完成了今天晚上的计划，我就把照片背后的故事告诉你。之后，我们就彻底消失，
再也不打扰你的生活。行。你真是个乖孩子。不紧张，过了今晚呢，就没事了。浩哥，这都好几个小时了，要不换别的组来替替吧？没事，扛得住。藏一下。老鼠。跟紧前面那车。好。C 组挂上了 ，B 组和我会合。罗队，还有2个十字路口就到了。按计划进行。他们搞什么呢？怎么又走了？耗子，你可别跟丢了。沉住气，周围路口都是我们的人。报告 ，C 组跟上。浩哥，目标往北拐了。明白。
就绕回去了。丁生火老把戏，让他绕吧。对，罗队，车行开了，空的，没有人。别动，警察。让你别动！丁生火呢？问你话呢，丁生火呢？小叶，小叶，收到，罗队。刚才给你的电话号能定位到吗？还没有，这是一片商业区，信号源也复杂，要找到精准的定位还需要些时间。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就在这附近，2公里范围之内。大厦那边有没有动静？暂时没有。修车行那边有什么情况？
刚刚发现修成行有一个通向大街的暗道，我们正在追查。最后问你一次机会，告诉我丁生火在哪？丁火是谁啊？丁生火，你到底要我干嘛？别急，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一个人出来兜圈，我又没违章，你凭什么抓我呀，警察同志啊？丁伟，会让我叫你名是吧？你们所有的情况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刚才跟你说了，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告诉我丁生火在哪儿，听明白了吗？丁火，他是谁啊？带走，把人带走。是。